瑰呀玫瑰，我爱你。玫瑰呀玫瑰，嘴角美。今夜，谁将是那个幸运的女孩，拿走我手中的这朵玫瑰花呢？姑娘，想要玫瑰花吗？100块一朵，买一朵赠一朵，买一筐送你个筐，买3筐送你个阳光大床房。我给你个大耳光吧，你没给钱呢？去上面100块一朵，100块都不给我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来到金星秀。姐姐我啊，10多年都没收到花了。女人到这个份上啊，也不等男人送不送了，歘抢了。不是姐，那姐夫就不送你花吗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讲这干什么呀？不有那首歌吗？其实你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但这首歌的下半句你知道吗？啊，分手快乐，分手快乐。所以说歌得分年段的，情人节每天都过，属于我们60、70年代的。哦80后、90后是分手快乐，是吧？开个玩笑了啊！为什么我不过情人节呢？大家要知道的，其实我是有理由的。为什么？在咱们中国现代社会当中啊，很多年轻人有个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除了清明节以外呀，所有的节日都当情人节来过。怎么讲呢？为什么呢？他每个程序都差不多，中午请女孩吃饭，下午陪女孩逛街买东西，买小礼物，买包包，对吧？晚上烛光晚餐，吃完了差不多一看表，哎呦8点了，来吧，看个电影去吧。电影看完了，夜深了，车也没了，也晚了，路上人也少了，那我们上宾馆吧。就大部分全这个路数，还给你小伙子。这花还是拿在你手上比较合适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连花都拿不住，还能捉住女孩吗？真是。情人节一到啊，就是各种消费。姐姐不过情人节也不在意，为什么呢？商业的味道太浓，节的气氛很少，很淡。当然了，即便是在西方呢，情人节也不是这么过的。在欧洲的时候，我就听说欧洲某些小镇呢，到至今为止还保持着一个传统的情人节习惯。你们知道什么习惯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姑娘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干嘛呢？把自己的双鞋整整齐齐摆在自己床底下，摆成一个 T 字形，正对着自己的房门。等到第2天呢，哎，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那双鞋指着的那个男人，就是他的终生伴侣。浪漫吧？不是，姐啊，那要是第一个推门进来的是他爸怎么办呢？就你这脑袋吧，难怪那么大，就想的跟别人不一样。他爸去进他妈那个房门去了，你想的。当然了，这种风俗呢，现在只有在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南部乡下才行得通。村子特别的小，适龄未婚的男士呢也就那么几个，比如说什么2狗哥啦、3胖子啦，什么换做如今的大都市根本不好使的。怎么说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大早，梆梆梆有人敲门，姑娘心里一动，哟，情人来了，一推开门，快递。其实呢，爱情呢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单纯的话题，但是呢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边，爱情现在已经变得不简单了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一个课题了。今天我就想借这个情人节这个话题，聊一聊，在如今我们多变的社会里面，面对爱情，面对婚姻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选择？其实有选择是一件好事情，说明现在社会呢比过去进步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起码有的选吧，对吧？姐姐我们那个成长那个年代啊，没得选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没有钱，
穿的也都一样，也没觉得谁长得多漂亮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男女之间没那么复杂，单纯的很。像我小的时候，就70年代、80年代初那个时候吧，对吧？我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是在部队里度过的。那个时候，在部队里，人们对爱情懵懵懂懂的时候，一个孩子，我去问谁呀？你问大人，大人也不给你讲，对吧？也不好意思去问。干什么呢？就去图书馆借书看，跑到图书馆呢借了一堆的书，《红楼梦》啊，《水浒》啊，《西厢记》啊，还有《三国》。三国我没借，我没看。男人之间那个勾心斗角的事儿，姐不喜欢，说我没看。我那其他男同学都看了，我就顺手牵羊拿了一本名著，叫做《奇婚记》。奇婚记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本书被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给发现了。这谁的床铺啊？说小金星的。啊，这么点小孩看这种书啊？你不看个三打白骨精，不看个雷锋日记，你这小孩思想有问题呀！第二天，把我妈给叫到部队来了，当着我妈跟我妈训了一通。你这孩子怎么教育的啊？都看些什么书啊？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养的？给我妈吓坏了，我妈心里也委屈啊，说的。领导啊，你看我们这孩子还没开始养呢，就被你们部队给带走了呀！被领导训完了，我妈就把我偷偷落到一边去了。仙儿，你这个《奇婚记》这是什么书啊？你跟妈说一下是什么书到底啊？领导都批你了。我说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说什么呢？一个阿姨跟一个叔叔好上了。怀了那个叔叔的孩子，结果呢，这个阿姨又跟另外一个叔叔结婚了。这个叔叔又不爱这个阿姨，他爱另外一个阿姨，就这点事儿，很复杂。我妈听完以后，哎呦，噼里啪啦就打呀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看多大的人，你就看这种书啊？你看得懂吗？小兔崽子！我妈打我心里不服啊！你骂我小兔崽子，你是兔子啊？接着打！我妈说：“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！”我告诉你，说不清楚，今天我打死你！你说，我说什么呀，妈？你说，那个意大利老娘们到底跟谁了？要说那个时候啊，对爱情的理解死板到什么程度呢？连看本爱情的小说都变成照手抄本，偷偷摸摸的，跟犯了忌似的。而且那个年代对爱情的表达都是很克制、很含蓄的。比如说，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孩子了以后呢，主动的偷偷摸把他脏衣服拿过来洗一洗啊，哪儿破了给缝缝补补啊。男孩子喜欢哪个女孩子呢？省点钱买点水果送过去，要不就什么笔记本啦、钢笔啦、手绢啦，就表达情感。太单纯了，也很有美感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在手机上下了个什么软件，这么一摇，这一晚上就解决了，对吧？是吧？不是，姐，我从来不用那种软件。你不用啊？不用。不可能。阿姨，你别懵的哈，你回家问问你们家那个孩子啊，你儿子或者你女儿肯定有那个软件。这个软件干什么知道了吗？就你一摇吧，周围很多100多里地内的什么姑娘小伙全在周围。哎呀，姐你可拉倒吧，那个功能吧叫附近的人，你一点附近的人吧，它按照这个距离的长短的，它都看怎么着，他说不用呢，对吧？阿姨回家看看你家孩子的手机，要查一下子啊，他肯定有这个软件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姐姐我呢，在部队因为小啊，像个通讯员一样，哪个哥哥看上哪个女孩了，就说的，星儿来把这个水果给那个姐姐送过去。我说哎，我就颠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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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送过去了。哪个姐姐看上那个哥哥了，就说的，星儿快去把那个哥哥的衣服拿来，我给他洗洗。我说好嘞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上个星期这个姐姐给那个哥哥洗衣服来着。30多年了，现在我才明白了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姐姐我就是当时的默默，我就是约会神器。姐呀，你不只是约会神器，你还是顺丰快递呢。所以说，你看现在的社会哈，跟过去真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年轻人谈恋爱都不一定想着结婚，可在我们以前那个时候，怎么讲呢？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，都属于耍流氓。说到结婚和不结婚，我很容易联想到现在咱们社会上最流行的一个词，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剩女问题，对吧？对。
剩女有2种啊，一种是呢特别想结婚的，一种是确实不想结婚的。不结婚怎么了？不结婚就得非逼着人家姑娘结婚吗？要说这一点啊，我觉得外国人的想法可能这个觉悟啊，要比我们国内人高一点点。我曾经认识一个泛美公司的航空小姐。哎呀，姐，那你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呗？好啊，改日子的啊，改天我介绍给你。这个空姐呢，今年已经65岁了，承受得起吗？驾驭得了吗？这空姐啊，做了一辈子空姐，飞了40多年，人极其的优雅，一举手一投足绝对的漂亮。哎，偏偏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一辈子没结婚。我经常跟我这个姐妹开玩笑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天天飞着国际航班的头等舱，天天碰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总裁呀、老板呐、明星啊，就你这条件，怎么会找不到男人呢？”她看我也笑了笑，她说：“哼哼，你说的也对，我确实遇到过心动的男人，那些男人吧，很有钱，也很优秀，有品位，也很帅气，但是很可惜啊。” They're gorgeous men, they love each other. 哦，啥意思？你没听懂啊？没有。他说了，那些优雅的男人们，他们都彼此相爱着，你懂的。所以说，他后来就打定主意了，不结婚了，一辈子优雅，优雅一辈子。退休以后呢，他到中国北京待了1年半，学什么？学书法。然后学会了，又到了马来西亚。住了1年半，学什么？学潜水。学会了，又搬到了尼泊尔，干嘛？学瑜伽。哎呦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根本停不下来呀。不是，人家 Sarah 自己说了，我的人生很丰富哦，难道必须有一个男人才算圆满吗？这是他的观点，对吧？所以媒体上老说什么剩女呀、剩女啊，好像剩女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没错。姑娘是越老越难嫁，为什么呀？不是因为姑娘老了不值钱了，而是因为姑娘越大越有自我的沉淀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。男人呢？男人就那么点小花招。怎么说？别姐姐说了不爱听啊，听好了，小南。骗10岁的小姑娘用糖，骗20岁的小姑娘用花儿，想骗30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该用点心了吧？哎，那要骗40岁的小姑娘呢？40岁就没人骗了。哦，所以说，30岁的女人，你用不用心，人家一眼就看穿了，不好骗的。与其找一个不用心的男人，那还不如单飞，顺其自然，随风飘荡，对吧？刚才说的是那种不想结婚的，第2种剩女，确实想结婚的，她们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让我们来看一段 VCR。我叫沈多斯，外号圣斗士，今年30岁，身高低于170，体重肯定不过100，肤白貌美，细腰长腿，文能卖萌装女神，武能霸气当御姐，身体健康，有车有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像我这么完美的姑娘，为什么还是单身呢？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今天第1位相亲男。沈阳姐你好。哎，然后呢？没话了，出来相亲还要女士做开场白吗？以后在一起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？话这么少，该不会是个2次元宅男吧？这样下去，难道我以后只能跟游戏争宠了吗？咦，这个好像不错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帅气的感觉呢。先生，请问要点什么？给我一杯纯净水，像你一样纯净哦。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？你出来跟我相亲，居然对别的女人放电，太嚣张了！这要是成了以后日子，可还怎么过？难道我要做那种没有安全感、天天偷看老公手机的可怜女人吗？用不了几年，她肯定移情别恋，我被迫离婚，只能流落街头，了此残生。你看上去比我小哎。我今年23岁了，而你是30岁。俗话说得好，女大七抱亲亲呢，抱抱抱，爱的抱抱啦。好一块小鲜肉，居然喜欢姐姐型的，不会是传说中的妈咪宝贝吧？
将来我和婆婆争风吃醋，她肯定站在她妈那边，合伙欺负我，然后我就被逐出家门，流落街头，了此残生。孙小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一个月开多少钱？我险一金有没有交清楚？住房公积金你没有提前通知吧？计划生育奖励你有没有领啊？我是凯文。喂。天哪，给我一个正常的男人吧！这不就是我理想中的男神吗？终于等到你了。沈小姐你好，我今年35岁，身高1.80米，体重70公斤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50万左右。房子虽然说远了点，在嘉定，不过爸妈不跟我一起住。就是他了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？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陈赫。这些姑娘啊，因为找不到对象，挑啊，慢慢的就被剩下了。对于这种女孩子呢，金姐想说，就别再抱怨了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年头在社会上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不满街都是。对，就看腿长腿短了，就是有的是。这个话接得好，鼓掌。来，我们大炮摇一下，看我们现场啊，看看我们这里的观众席小伙子挺多的，剩女看好了啊，你看各种各样的小伙子，要小鲜肉有小鲜肉，要暖男有暖男。大叔别笑得那么自信，不会摇到你那儿去的。啊，我想说哈，那些想结婚的姑娘们，你们听好了，千万不要说男人难找，也千万别说自己老。你们90后的美女们都说自己老的话，那让姐怎么混呢？姐姐，我当年嫁给汉斯的时候，我都38岁了。按照你们那个观念呢，我已经是齐天大圣一级的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姐姐背着那么大一个故事，有3个孩子，拖着3个油瓶，对吧？找男人比你们难100倍。听姐抱怨过吗？没有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等待着，准备好了。我终于得到了我的真命天子，38岁把自己给嫁出去。想结婚的女孩子啊，记住了啊，千万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觉，抓住机会，知道吗？结婚是个难题，但是我面临第2个大问题，什么？跟谁结婚？结婚想通了，我准备嫁人了，但是我跟谁结婚呢？对于男士们，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。中国的男士们思想都很单纯，不管是20的、30的、40的、50的，找老婆只有2个条件：年轻漂亮。那我想替姑娘们说一句什么呢？什么样的男人呢才可以嫁呢？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课题。有人觉得有钱的男人好。有钱的男人当然好了，谁不想当灰姑娘啊？对呀，但你能保证你嫁过去，你就不是后妈吗？邓文迪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呢，结果变成了后妈，最后还被扫地出门了。豪门，对呀，电视剧也好啊，八卦新闻也好，我觉得女人嫁豪门全解决了。豪门是那么容易嫁的吗？你看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。有钱吧？人家小姑娘梁洛施给他生了3个孩子了，还没进门呢，对吧？姐，那你说，要找个有才的呢？有才的是吧？找个有才华的。好，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是我闺蜜，18岁碰到了她人生第1个男人，一个文艺青年。这个文艺青年现在很有名，有名的我都不敢点他的名字。2个人在一起35年，这个男的一直说自己是文艺青年、艺术家，不结婚也不要孩子，还老是教育我的闺蜜说，结婚证是什么呀？我们的感情难道需要一张纸来维系吗？好了，我那个闺蜜因为是初恋呢，就相信了他，继续崇拜他的文艺青年。完蛋了，35年。一个文艺小青年变成了文艺中年，又从文艺中年变成了文艺老年，最后老了，这个文艺老年跟另一个文艺女青年好了。男的都快60岁了，那个小三儿呢才大学刚毕业。
最后还把我的闺蜜逼出去，净身出户。等到打官司的时候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结婚证不光是一张纸，在法律层面上，虽然你们同居了35年，仍然是在谈恋爱。我这个女朋友50多岁了，一辈子相信她第一个男人，啥都没有，没孩子，钱也没有，房子车全在男人名下，关键是连个结婚证书也没有，没办法，只能忍。怎么忍？还跟那个男的住在一起，结果他们家里变成了3个人的家，我的闺蜜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老妈子。你说找个有才华的，就这下场。每到说到这个时候吧，我特别的难受。到现在，我的闺蜜也不让我去看她去，因为她知道我的暴脾气。如果我去了以后，我会被男的啪打第一巴掌，她怕我把那个男的给废了。其实有些人该废一废。啊，不说了，这是真事儿。我希望我闺蜜看到我在脱口秀的时候，那个男的也在旁边，知道有天我见到你说我那个巴掌我还是要打上去的，太缺德了。姐啊，那我问一下，你看像我这样既没有钱又没有才，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的男人，适不适合结婚呢？小南，你的成长过程我特别理解，很困难，从小到大没照过镜子是吧？我没事就照啊，我妈呀，挺帅的。得了吧，择偶这点事儿啊，我想说什么呢？还得看姑娘自己。爱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人，婚姻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。我那会儿也面临这个选择问题。最开始汉斯追求我的时候，我一点都没答应。为什么呢？姐是个东北女人，我一直喜欢那种就浪荡不羁那种大男人嘛，必须得比我还霸气的那种，你能镇得住我的那种人，你知道了吗？虽然我是个狮子座女人啊，但狮子座女人有个误区，什么误区呢？时不常的吧，想在男人面前装的小鸟依人一点点。哎呀，咋的？姐呀，你要是鸟的话，那得是多大一只鸟啊？反正和平哥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肯定是捉山雕。哎呀，老能说了。对了，对吧？遇到我先生之前呢，姐还有一个法国男朋友，谈了好几年，他就是我喜欢的那种，怎么呢？霸气、帅气、浪漫。怎么个浪漫法？半夜3更你还睡觉呢，二话不说就把被窝里提了出来，从睡梦当中给你闹醒了，干嘛呢？去了比利时的沙滩上看大海去了。关键是大冬天呐，把我给冻的，什么浪漫呐，真受不了。但是呢，这边呢，一个德国人汉斯又追求着我，相处下来，我觉得，如果是谈男朋友，汉斯呢，绝对不是我喜欢的菜。汉斯骨子里还是德国人的严谨，我这话说比较客气的啊，如果说狠了点，就是比较死板，啊。但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死板的德国男人呢？理由很简单。有一次他过来抱我们家的小儿子，在我家里来看我，他抱儿子状态，我一看，就和其他的男人是不一样的。以前那个法国人呢，到我们家来，他是爱屋及乌嘛，爱你嘛。那你的孩子我就表达表达吧，把孩子抱起来，抱孩子那个样子就跟抱桶装水似的。汉斯不一样，汉斯一到我们家抱起小儿子的时候，那种父爱的感觉充满了整个房间。那一瞬间我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我孩子他爹，这个人值得一嫁，真的。姐啊，那话说回来了，你不一直说要找个霸气的吗？姐姐我也想通了，在这世界上比姐霸气的男人有几个呀？这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想好了，既然咱找不到霸气的男人，咱也可能找一个具有爸爸气质的男人，对吧？最后选择的时候还是蛮戏剧性的。怎么讲呢？我把那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都约到咖啡厅去了，我就跟那个法国男朋友说，我要跟你分手了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说没为什么，我要跟那个德国人谈恋爱在一起了。
法国男朋友也干脆说：“那好吧，我要跟那个德国人谈一谈。”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，你猜怎么着？两个男人谈了半个小时啊？那不会这两个男人不会吧？呸！你们脑型长得就歪歪，不是，这么想我说这两个男人不会打起来了吧？打什么打？都受过教育的人。谈完后以后，半个小时，法国男朋友跟我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要嫁人，一定要嫁给这个德国人。这个人是个非常好的人，他值得一嫁。你呢，我呢，还算是好朋友。”我说：“当然，我早想好了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”结婚很多年以后，我就有一天问汉斯，我说：“那天晚上在那个咖啡厅里边，那个法国人跟你聊什么了呀？我一直纳闷，半个小时他就让我嫁给你。”你猜汉斯怎么说？一个法国人碰到一个德国人能聊什么呀？啊，你说谈世界杯呗？你以为还谈你呢？我说：“嘿，我呸！”所以说，那天晚上他们到底聊了啥，到现在都成了一个秘密，我也不问了，对吧？姐，你说这么长时间，那你给广大的姑娘们推荐一款男人呗？其实最适合结婚的男人是什么呢？在目前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叫暖男啊。现在女人呢都孤独心冷，必须靠暖男来救赎。什么是暖男啊？一般男人事业做得大的，就没时间做暖男了，反而普通人做暖男的机遇会更大。但女人呢，年轻的时候，身边有个暖男，她根本不在乎，她们更喜欢那些什么呢？能够征服世界的男人。但他们忘了，那些能征服全世界的男人，他还想征服全世界的女人呢，对吧？但是女人到了30岁以后，这边有个事业飞黄腾达，但天天不着家，只给你寄钱的男人；这边有一个有自己的独立工作，但并不是很富裕，但对你无微不至关怀的，你们会选谁？选拿着这边的钱跟着第二个过。难怪你到现在娶不到媳妇儿呢，就这种价值观。所以说，每个女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，这时候暖男看在什么个合适的时间出现了。当然，这个暖男呢也只能照顾一个女人。如果他对所有都暖的话，那不是暖男，那是暖气。姐，那你家我姐夫算不算暖男呢？应该算吧，也没有什么暖不暖男，我觉得他特窝心，特别贴心。怎么讲呢？知道姐姐的工作性质。对了，每天晚上回家很晚，无论演出啊、做节目，回到很晚以后，我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就跟他聊点孩子的事啊、家里的事。这个时候，我先生就很自然就把我脚拿在手里帮我按摩脚。啊！一个德国男人给你捏脚啊，怎么了？多跌份儿啊！跌什么份儿啊？姐这脚多值钱，你知道吗？跳遍全世界，我这脚值老钱了。加上舞蹈的折磨不说了，老伤。现在为了对得起观众的形象，穿上高跟鞋，老伤加新伤，这脚只有我老公知道有多值钱。汉斯啊，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，他也是不这样的。我们俩出去逛街，他看到上海男人给女人拎包，他还纳闷呢。咦，太奇怪了，男人怎么能给女人拎包？我当时我就骗他，我说啊，汉斯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表示对妻子的爱。中国有一本古书叫做《24孝》，讲的就是怎么男人给女人拎包的。忽悠住了吗？德国人简单呐，相信了。结果呢，有一次我们回东北探亲，到东北一看，回老家，东北男人没有给东北女人拎包的呀。他说的，咦，奇怪了，这里的男人为什么不给女人拎包？难道他们不学24孝？有一次呢，我就录节目，录得很晚很晚，录那个好舞蹈，回到家已经凌晨了。回到以后呢，累得跟孙子似的，就把鞋啪啪一脱。汉斯呢和孩子们已经睡了，我又饿，一看冰箱里酸奶也没有了，我就把汉斯说：“汉斯起来，我要喝酸奶。”他睡得迷迷瞪瞪的，起来迷糊，我知道了，24孝，24孝，就默默地爬起来，披着衣服就出了门了。出了门不到2分钟就回来了，
您说和什么来着？要不要来点羊串？噎死你！你老往沟里带是不是？结果闹腾啊！时代在发生变化，选择呢在增多。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真正的幸福呢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和答案。就像那个萧伯纳曾经说过这段话，我觉得挺逗的，也挺有理的。他说啊，让想结婚的人们去结婚吧，让想单身的人去单身吧，反正不管什么样的选择，你们最后都会后悔的。这句话真是萧伯纳说的，不是金姐说的啊，别传出去了啊！谢谢大家，我在这里呢，我想祝各位想单身的和还是单身的，想结婚的和已经结婚的所有人，都情人节快乐。反正你们会后悔。欢迎来到金星秀。谢谢谢谢，欢迎回来，超能金星秀。接下来的环节呀，我个人比较喜欢，观众们也喜欢爱看。什么呢？叫有话问金姐。有话呢，大家可以通过超能金星秀的官方微博、微信把问题发给我们，然后我能回答的我一定回答，我不明白呢，我想跟您探讨探讨。今天呢有很多的问题，咱们来看一下。真是哈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来吧，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开始。金姐，地铁、公交上的色狼特别多。现在有消息说呀，北京的地铁正在讨论是否要设女性专属车厢，防止骚扰。金姐，您觉得这个需要吗？当然有需要了呀，提高点服务质量嘛。如果不提高服务的话，北京地铁怎么对得起它刚刚涨起来的票价呢？对吧？保护女性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，也是需要的，不过也得从实际出发。就北京地铁每天那个客流量，我怕他们空不出一整车厢来啊！到时候啊，不要出现另外一种场景啊，一大帮老爷们儿被逼得不得不穿着裙子去挤地铁。金姐，我孩子读中学了，学校为了置办校服要交1680多块钱。我问过孩子的班主任，他说这是校方规定，1680多块包括了14件衣服。金姐，你觉得这算乱收费吗？1680块钱，我觉得贵了。金姐觉得啊，校服1年只需要4套，4个季节嘛，600块以内就应该搞定了，足够了。1680元可能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不算贵，可对有些工薪家庭呢，可能是1个月的收入呢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啊，绝对不能由学校来说了算，应该由家长来监督，商量着来。姐，那你家孩子校服多少钱一套？我们家的孩子校服还真是不贵，3个孩子我只付2个人的校服。那个啥也不穿、一个大儿子，什么啥也不穿呢？大儿子的校服，女儿的校服，男女有别嘛。小儿子都穿他哥哥的校服。哦，所以说姐姐也串过心眼的呀，哎呀把孩子都要放在一个学校里头啊，姐姐可会过日子。金姐，我想跟我现在的男朋友分手，可是每次我一提出来，他就殉死觅活的，我不想伤害他，又不想再继续跟他在一起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你这个男友啊，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情，一个男孩子呢，跪在了女友的学校门口17个小时，祈求女友的原谅，比你家这个厉害多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事儿最后怎么收场呢？知道吗？17个小时以后，那个校长出面告诉他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学校都放寒假了，他早回家了。玩笑归玩笑，记住了啊，别以为他殉死觅活的，他就证明他爱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人啊，今天能这么对自己下狠手，明天就对你也下得去手的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爱你，他在想在情感上绑架你，绑架不成都容易撕票的啊！记住了，小姑娘，对这种人，你趁早对他说一句：“奔跑吧，兄弟！”金姐，之前有一个山东的小偷偷了钱包，看到里面有一张捐款单，小偷被失主的善心打动，居然把钱包退了回去，还写了个忏悔书。瞬间觉得这个小偷萌萌的。金姐你怎么看？
这也算是道义有道吧？啊，也劝这哥们儿一句：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早日回归才是正道啊！啊，不过呢，姐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啊，年关难过。回家过年，回来上班，钱包里如果没有捐款单的啊，还是长点心眼，把钱包看住了啊。金姐，最近有些城市开始对欠款的老赖实行一种新的惩罚方式，就在公共广场上羞辱墙，公开他们的个人信息和他们所犯的过错。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首先，我反对这种做法，不诚信不等于无隐私。要真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个些老赖呀，暴露人家的隐私是没用的，还得靠完善的信用监督机制。为什么都说美国人信用好？难道美国人就比中国人靠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的信用机制靠谱健全。在美国，姐在美国生活过，只要你到了美国，你都要首先办个什么卡，叫社会安全卡。英语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。这个卡上的号码跟你的所有身份信息全挂靠的。你将来要买房、买车、办银行卡、租房、购物，等等等等，所有咱们做一个文明人要办的事情，都跟这卡连在一起的。你不交房租，偷交那个电费、水费、煤气费，好吗？以后你再找房的话，就不给你开通煤气、水电，因为你有这个恶劣的记录了。一切经济行为都记录在这张卡里边。如果你的信用档案不好的话，你根本就活不下去。相反呢，要是你信用记录好的话，你很容易得到社会的帮助，叫做社会安全卡。诚信守信，单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，还得靠法治机制的健全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——社会安全卡。如果人人都在一个道德的基准上做事情的话，社会它能不安全吗？金姐，我是个很挑剔你。过年回家跟以前的朋友们聚会，发现他们都有房有车了，都是爸爸妈妈给买的。我想在上海买房，但实在是买不起。朋友们建议我问爸妈要点赞助，可我开不了这个口。金姐，你觉得我问爸妈要钱买房应该吗？首先，我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。首先，你不问爸妈要钱买房，我要夸你一下子。爸妈辛苦帮你拉扯这么大了，养这么大了，还负责给你买房子啊？凭什么呀？爸妈欠你的呀。现在一大帮年轻人号称自己有房有车，其实大部分都是靠爹妈买的，有什么好吹牛的呀？好意思吗？姐的观点是，你要钱不够，先别买房，着什么急呀？啊，等自己有那个能力了，再买也不迟。不要把这个无形的压力再给老人压上。中国的父母都疼自己的孩子，但你是个成人了，反过来该疼疼你父母了。金老师，我看到统计数据说，现在中国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。金姐，你说将来我讨老婆会不会有困难呢？男的虽然多了，但你敢保证说现在每个男人都想找老婆吗？对吧？要不这市面上剩女怎么会这么多呢？再说了，娶不娶到老婆不是看数量的多少和比例多少，如果你自己的自身的质量品质上不去的话，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绝种了，就剩你这么一个男人了，你该娶不到老婆还是娶不到老婆，提高自己啊。金姐，您听说过这件事儿吗？有个男孩为了让病危的女友能够到处看看，骑着一辆单车，拖着一辆轮椅，准备在全国的地图上走出一个新的形状。我觉得好感动哦，金姐。我在电视里看到您经常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，听到这样的事儿，您会感动吗？其实啊，观众你看到的只是我一面儿。老觉得金姐特别严峻冷酷，什么都冷眼相对的是吧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其实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时候，都是我看不惯的事情，而且我看不惯的也都是你看不惯的。只是姐姐呢胆子大了点，我敢说出来。啊，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啊？谁对美好的事物没有情感呢？我平时看到美好的事物，哪怕一小小的事情，都会让我会心一笑的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身边不乏美好的事物，只是我们太多看得不顺眼的东西，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都给遮盖掉了。但是
我想通过每个人的善意的发现和善意的提醒，哪怕金姐严厉的提醒，都会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起来。今天所有的有事问金姐的问题到这儿结束了。我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，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、想探讨的问题，通过您的灵巧的手指头发到我们官方的微博、微信上“超能金星秀”，有话问金姐，我们聊一聊。欢迎来到金星秀。2005年，何洁从超女脱颖而出，成为众人瞩目的平民偶像。但是成名之后，摔跤、走光、车祸、解约与其他超女不和等负面新闻一直缠绕在何洁身边。随着同期超女发展一路翻红，何洁似乎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。张靓颖参加当红节目《我是歌手》，李宇春成为内地最受欢迎歌手，同时进军影视业。尚雯婕成功转型成为时尚女王。与此同时，却接连传出何洁结婚、生子、产后抑郁的新闻，外界纷纷猜忌，何洁是不是要退出娱乐圈？近日，何洁重新在荧屏亮相，在真人秀节目《与星共舞》中一舞惊人。此举是否示意何洁将高调复出？何洁加油！这10年，何洁在成名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面对当初的负面话题，何洁又会如何回应？本期金星秀将为您深度解读。欢迎回来，谢谢各位观众收看《金星秀》。最近呢，有一档新的综艺真人秀节目又在东方卫视上播出了，叫什么呢？叫《与星共舞》。我看了一圈吧，只有2个字的一个女孩子，我还知道，她10多年前红遍全中国的一档节目《超女》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在我这个金星秀当中，请到了观众你们很熟悉，金姐不是特别熟悉，但我特别好奇的这么一个女生，谁？有请何洁。等一会儿吧，来，特别喜欢您，真的，我坐这儿。怎么样？那个，我之前听说要来上您节目，我特别忐忑。为啥？因为我特别喜欢您，但是我特别害怕见。喜欢我忐忑什么呀？害怕。首先，你看我金姐说不了解嘛哈，哪儿的人？贵阳啊，贵州的啊。难怪性格这么好呢。我当时10年前对你印象就是一个，哎呦，这女孩长得好甜啊，好喜庆啊。后来就10年之内就哪儿去了？那个，这个说呗。反正最近结婚生孩子了。孩子多大了？现在半岁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出来见人的？他第3个月的时候吧。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是怎么？是你们公司给你安排的，还是你自己想？初衷是为了啥？其实刚开始初衷特简单，就想减肥。好，这个初衷是对的，特别简单，我就是为了减肥来了。好，对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节目保留下来了，以后孩子长大了，他也能看到妈妈的为了一件事情，为了一个目标，他可以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到。我觉得这个是以身作则，可以告诉他的。一生了孩子以后，完全目的性不一样了。我为我自己减肥，然后呢，我用一个活教材，给儿女留下一个，你看你妈年轻时候还这么努力，生完你我还这么努力呢。那这次再回来这个与星共舞，咱们先看一下录像，我先看一下，我得评一评哈。金老师当评委。我觉得金老师你这次没来真可惜。我本来上节目之前，我以为方俊怕我。我就一直在问他们，我说评委到底是谁呀？有没有金老师啊？但是我特别担心你又在现场，就我对您的感情吧特矛盾，你知道吗？爱恨交加哈，特爱金老师说话，又特怕金老师骂。爱，但是啊，金老师骂就在点儿。来，我看见他跳的，我要看一遍，来。姐妹们连麻袋圈，有个性一点，不要让了你的高跟鞋。不错。你知道为什么不错吗？
因为我知道电视台的导演呢，包括做舞蹈节目，如果这个一个舞蹈当中镜头跳特别快的话，肯定是这个明星跳得不咋地，全靠来剪接来弥补他，按着节奏啪啦啪啦，镜头换来换去的。我看你舞蹈当中，他起码有几个长镜头，起码跟了你15秒、20秒，那说明你这个动作节奏是在点儿上的，看不出。就是啊，没有跳过舞，完了以后能跳成这个份儿上。啊，跳过，我跳过，跳过。小时候学过。学啥呀？形体。学形体。1打打，2打打，3打打，4打耶。都挺好的。刚才我要挑的话，我觉得那个衣服穿的还不够漂亮，还可以再漂亮点点。哎，胖啊！不是胖啊，这很不是，他不应该给你穿黑的，反而你觉得穿黑的显瘦，其实不显瘦，因为黑的是一坨。对，反正我觉得那个雨欣公舞那汤圆应该找我代言。第1期你是冠军是吧？对。自己预估一下能走多久？应该能走到最后吧。握手，我喜欢这种态度。下一期怎么跳什么舞了？华尔兹。华尔兹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能驾驭？咱俩来2步。你能驾驭得了？我告诉你，华尔兹。不是，这小不小？不小不小，你我要是跳南部的话，不是你别挺肚子啊？是吗？不是要贴着吗？没有，是头脖子拉长，这边侧右脚，好嘞。哇，对了，哎对了，明白了吗？我第一次看你说这个日系女孩嘛，就又跳啊，很可爱那种了。日系吗？不是洗剪吹吗？现在没有。现在给自己要重新要唱的话，怎么要走什么情歌路线？啊，那是以前了，那个是。是以前了。以前情感坎坷的时候要走情歌路线。对。那现在要走。那时候唱情歌比较有感觉，现在你要让我唱情歌，我还得去倒腾以前的感情回忆。就过去式了哈。对。就生完孩子以后，哎，就那么回事，什么情感不情感？对。现在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什么鲜肉啊、老肉啊，站我面上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都没感觉了。对。就面对那个东北的风干肉了，是吗？那个就觉得就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。你现在是把唱歌当做一种兴趣呢，还是我当做事业来追求？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哎。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，心态变得还蛮轻松的，就顺应这种轻松走就好了，就自己想唱什么高兴就去唱什么。你现在喜欢唱什么路子歌呢？随性一点的，高兴一点，洒脱一点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就是流行摇滚这块嘛。OK，来给我冒2嗓子，我听一听。站起来，随便冒2嗓子。我在失眠夜里等一个理由，你却藏躲在沉默背后，想念你曾给的承诺和温柔，只能的寂寞还难受。还有范儿。那你现在如果真是要重新继续走下去的话，有没有对一个预期我要做到什么样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就觉得你真的走过这么一遭之后，你红过，你也低过，然后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那你要缺什么呢？你要多红才是红，你要赚多少钱才是有钱？比你有钱的人多了去了。人家王思聪刚刚是吧，搞了一个豪华大趴，你去比去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个国民老公还挺高调的，有钱。你也好像产后也抑郁过一段时间是吗？我觉得每个女人都会有那个阶段，那你抑郁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我这辈子这样了呢，还是我还能回到舞台上吗？就是以前你都已经被人说矮矬胖了，你现在看到自己你就更加矮矬胖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本来就是短，然后个儿不高，然后你再多长点肉就显得更圆。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就是个汤圆，就咱们那节目《雨欣公舞》那汤圆赞助啊，对啊，我说那时候应该难怪一下就锁定你了，先找个核汤圆儿。哎呀，我那时候怀孕呢，我想着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吃了，因为我真是个吃货，就往死里吃，什么都一天吃8顿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生完之后要减这么多肉，结果孩子多贼啊，生下来就6斤3两。对，全都在我身上。你想胖，我可不要胖。对呀，孩子抛出去，我长了50多斤。50多斤啊，50多斤也这么一摊肉呢。买吗？就是，怎么减下去的？就刚开始减的挺快的，刚开始脱水嘛。对。第1个月就减了30斤。对呀。后来就慢慢的就很难减了，对，1个星期可能掉个2斤已经不错了。满意吗？现在还要瘦一点吗？还得再瘦吧。
你像我就找不着衣服穿，我跳舞每个星期我都可着急了。挺好的哈，我觉得挺好。自己评论一下，粉丝喜欢你是因为什么？真肤浅。你们太不实在了。对，这是他不瘦，但他正合适，我觉得完美。哎，对了，这句话说的对了，对吧？你老公谁呀？一个演员叫贺子明，长得帅吗？老帅了。妈，真的？你也属于外貌协会那种的是吧？他还是算很型男的那种，有肌肉的那样。有肌肉那种。演特种兵的还。啊，对，对，火蓝刀锋有照片吗？啊，挺范儿的呀。东北老爷们儿啊，东北的我们老乡哪儿的？他是叫黑龙江鹤岗。啊，妈呀，那你们俩这孩子肯定漂亮，太远了，一个东北的，一个贵阳的，越远的这个基因组合越好，那你孩子肯定漂亮。我也那么觉得，反正准备生第二个吗？要。姐最爱听这话，女人说的生一个不干，还要生2个，对，特别好。我朋友劝我生3呢。只要不违反政策的话，生3个都没问题。当时就冲着他形象去找他吗？其实当时我们见第一面的时候，就谁都没感觉。那时候我失恋呢，我那时候我可失落了。跟谁失恋的？跟上一个男朋友。那个男人跟你谈了多久，让你伤心了？1年吧。1年你就被伤那个样子啊？你们俩是谈熟没什么感觉？对啊。那后来怎么有感觉了？后来他追我呗。他追你还是你追他？说清楚了啊！真他追我，但是他现在嘴里面他老说我追他，是吗？对，这就是结了婚和婚前婚后的差距，你知道吗？那他最后说，他说追你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见我乐特可爱。我刚开始见他的时候我不乐，因为我那时候心情特别不好。然后后来他聊天，他就是东北人有幽默细胞嘛。然后就跟我聊天，然后我一乐，他就觉得哎，妈呀，你现在说话怎么也呲溜东北味儿？大碴子味儿也出来了。对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真肉，嫁给东北爷们儿来，说话也呲溜的了哈。对。哎呀，嫁到东北人家，那个婆婆对你要求高不高啊？哟，以前是个明星，完了以后现在生完孩子还不在家伺候老公，伺候我儿子，现在要出去跳什么舞？你婆婆没说你啊？婆婆跟我都特好，真的。特支持我。我说那天演唱会，他们还说要买票从东北过来支持我呢，去现场。反正我觉得蛮幸福的，真是。幸福吗？我问你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啊，谈恋爱的时候2个人如胶似漆的，生了孩子的时候，老公看怎么好，哎呀，这女人要给我生个儿子了，生个孩子了，生完孩子以后，老公对你的眼神还是一样吗？反正我觉着不一样。真的假的？我觉着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但是他就每次每天我都问他，我说你还爱我吗？你说你觉得我漂亮吗？他媳妇儿你老漂亮，但是每次说这话都盯着电脑。都不走心的都。对啊，我就看他就是说完，他越这么说，我就心里面就越走心，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敏感，然后虽然外面不表现，但是内伤真的很重。对，我经常跟有些闺蜜们分享过这个东西，我就说的，女人在怀孕期间、哺乳期间这段时间，其实跟你先生的交流特别重要。对。看你谈什么，如果你都这样子了，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是个功臣，说的我美不美啊？对。这个时候，男人能看出你的辛苦。你让她说出美来，她很难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女人最美的时候还是怀孕的时候。我们团的演员，每个女演员怀孕的时候，我都鼓励她们拍大片儿，太漂亮。那女人脸是冒光的，就是女人做母亲之前那个是很美的。如果这个男人能欣赏出这个他老婆怀孕时候很美的时候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日子好过。啊，对，他是这么跟我说，他说媳妇儿你挺美的，但是你现在这个美呢，跟之前那美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现在呢看到儿子生出来健健康康的，老公还一往如初的那么爱着你，不挺好的吗？对，现在是挺好的了。哎，第一季，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一次我刚生完孩子2个月吧，就到我们1周年的纪念日，然后那天我就刻意就瞒着他，我出去买了一身你自己能穿的那种小礼服，然后呢就化了一点妆，把自己倒腾明白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戴点首饰什么的，然后到点了，我说走，我们吃饭去吧，然后就从那房间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当时就傻了，真的，他当时就傻眼了，他说。他媳妇儿你太漂亮了，但他那句话我就知道这是发自内心的。对呀，因为他太久没看到我那个样子了。所以说还要回到那句话，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对，经常给自己捯饬捯饬。他当时就跟我讲说，他说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搞一套正装。穿一穿，但是我穿这休闲装好像不太合适的，觉得配不上，配不上了。对，哎呦，当时我那种感觉特别好，老好了。你看吧，
你刚才一个小礼服出来，这一个行为要顶上你10句问他我漂不漂亮吗？我爱。所以说女人呢，有时候别问啊，老公我美，漂亮。你现在觉得你跟超女还有关系吗？有一辈子扯不清的关系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我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呀。你觉得超女那个比赛给你个人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有好的坏的吧。好的就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舞台，能够给我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，可能真的就是老天爷眷顾吧。然后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出唱片，能够有演唱的舞台，然后有粉丝们，有歌迷们，对，有大家呵护着我，就觉得这是上辈子修来的，真的。但是坏的一面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成名太早，真不是一件好事儿。这句话我们应该怪罪张爱玲哈，出名要趁早啊。这句话害了多少人呢？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就是当你还没有踏入真正的社会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就要面对所有社会上的所有的混杂的东西。你会应接不暇，你会丢失自己，你会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就成长会变得非常的痛苦。出道以后，经常看那些新闻呢，老说什么一走红毯了摔个跟头啦，那是真的，那次不是摔一下，转2下，摔2下那次他起来又没站稳，又摔下去了。那你怎么老摔跟头呢？缺钙还是咋回事啊？我那时候不会穿高跟鞋，然后那次就给我整了一个大礼服嘛，然后那高跟鞋特别高，这么高吧，红地毯吧，毛又长。对，我知道软软的。当时我还跟我就是同走的那2个女孩，我说你们拉着点我肯定要摔跤。结果呢，他们是拉着我呢，前面走的挺好的，后来中途就被记者叫过去采访，就采访我一个人，我就傻了，然后结果2个朋友就走了，我说你们怎么走了？我怎么办呀？然后后来就采访完了，回头一往回走就摔了，都以为你炒新闻呢，弄摔个跤啦，露个点了，我说不至于吧？那露点那个完全是属于记者他愿意往那儿拍，你站在台上你就站这儿，他的镜头就往这下面拍，你怎么办？就是没办法。真的，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也会在意一些，是吗？对啊，人家骂你啊，说你这不好那不好，你还是会觉得别人骂你骂最狠什么？我天天被人骂，我都习惯了。我想天天别人骂你骂最狠。找平衡了是吧？啥找平衡？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交流。对呀。我想想，骂我骂最狠的呀。说你啥呀？矮矬胖啊，是吧？这些都粉丝，他们不会根本想不着骂你。我每天看微博的时候，我看别人骂我的时候，我就哈哈哈一笑，我真傻帽。对，现在就会这样。我觉得你可能心态上比10年前更好了。对，就是高兴嘛。高兴了，开心了，不在意，不太在意。对，就是不在意。女人结了婚生孩子以后吧，心态会比做单身的时候可能更踏实了，而且更勇敢。有一批成群结队的小姑娘们，就跟你10年前的梦想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要参加真人秀，要一夜成名，哇，都这么想的。你算是过来人了，10年可不是个短时间。对。你想对那些孩子们说句什么话呢？如果我觉得10年前的我们，那时候我去参加那比赛，我说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这比赛会这么火。其实那时候节目组也不会知道说这个节目大家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身为一个专业学校的一个唱歌的学生，我们同学都是属于这儿有比赛一帮去了，那儿有比赛一帮又去了，都属于这种。后来那天我真的是记得我在寝室睡觉，然后我同学来叫我说有个比赛去吧，我说那走吧，就这么着去了。然后去的时候还要身份证照，一寸照我没有，我把我那个学生证上面那照盖着钢印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说就无知到这地步，盖着钢印的照片擦撕了给粘上去了。后来发现说这钢印很重要，然后又回头找那个工作人员扒了我那个简历，我说能不能把那照片撕还给我，我再给撕粘回去这样。那时候心态是完全很放松的，真的就是玩儿。现在大家就是明白了，就是上这样的舞台，它比较大，关注的人比较多，你比较容易出道，对，你比较容易当艺人。你有这样准备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儿。但是如果说你太想要通过这个舞台得到什么，我觉得给自己压力太大了，有的时候会表现不出最美好、最完美的自己。
我觉得放松一点心态其实是最好的，尤其是，你不要去把明星作为一个你这一辈子的追求，我觉得那是真的很肤浅、很浮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这个圈子真的就是围城，不知道的人里边的人对里面人想出去，外面人拼命想进来，就这样。10年前做超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完全是不知道成功什么感觉，是吧？对，傻不拉几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给你推到那个份儿上了以后，第4名嘛，对吧？那前3个发展的还都不错，你心里现在看他们以后有什么感觉？我也发展挺好的呀，有老公有孩子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爸妈也健康，多好。我觉得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要比我说出来有价值的多。这是实实在在的对一个成功的概念认识。今天有个礼物啊，粉丝们给你准备的，他们这10年陪着你，他们有些话跟你说，你看一下吧。哎呀妈呀，老感动了啊，飙泪开始啊。老整这种真受不了。来看一下 Hello， 你好，何洁，我是甜甜。我是来自杭州的陈默佑。Hello， 何大宝，新年快乐。王俊爱何洁。我是小溪。作为盒饭，大家都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。喜欢你10年当然是有理由的，第一是因为你的歌声，第二呢是因为你整天有哈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。希望你15年的新书跟专辑可以大卖。别忘了，有趣一定要来贵阳站哟！不求你大红大紫，只求你所有的付出都能得到回报，加油！何洁盒饭一生相伴，何洁盒饭一生相伴，我爱你，何洁。我爱你。还是感动了哈。我真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说肉麻话的人，你跟我就贫呐，没问题，我都没问题。对，但是这种简单的语言最能触动你了。所有的人，每个人对我说的话，我都会记在心里。就是大家都是，你说你会喜欢一人10年吗？反正我想象不出来。而且这个人跟你还素不相识，无亲无故的。对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知道了，有这么多人天天看着你，你可能有的人你认识，有的人你不认识，有的人他躲在默默的后面，但是他的一双眼睛看着你，他特别想知道说你每天在干嘛，他很想向你学习。所以我其实有段时间，我特别不喜欢我小时候有一段真的是很任性的时期，就是我总是会把我自己内心的那种负能量全带出来。你能负到什么份儿上？跟姐说说。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真的碰到情感上面，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，我会真的是很认真、很投入的，很投入。但是如果说对方真的是没有达到说像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失衡。对，小的时候会觉得说你欺骗我。那时候还在写博客呢。对，就会什么灰色的天啦，什么下的雨呀，就自己把自己一点感情经历，文艺小青年，对自己演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了。对，天天就仰望星空啊，就是这么幼稚。但是你没有那段时期，你又不会有现在的自己。欢迎来到金星手。其实我很高兴，我在这个10年之后跟何洁认识了。也许在10年前，我跟何洁聊天，我说啊，超女挺好，挺可爱的一个女孩，转身我就走了，可能聊不到这么长时间。但10年以后，我跟你聊天以后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那份踏实、坦然、看开了。这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双刃剑，我特别讨厌我早成名，但是其实我现在又非常感谢我早成名。这个女人现在变得更可爱了，要感谢生活，也感谢自己，要感谢你自己，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好。让我们希望美丽的何洁继续幸福和舒服下去。来，谢谢，不错啊，谢谢，叫金姐，对，金姐。